钱小姐，这都年终了，你物业费还没交？物业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找谁找谁。哎，小公，你怎么来电话了？是程远让你打来的吗？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现在要过来？有个好消息啊，诈骗犯被抓了，就是钱被他们花光。倩姐，你知道老板前阵子生病住院了，如今还在调养。我会转告老板这个消息，不过以后他估计没心力再照顾你了，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另外，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老板觉得位置不太好。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近期我会带一些客户去看房，希望你早日清空这边的东西，这样大家都方便。什么？他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聂成远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司？我现在过去找。聂总不想见你的时候，你怎么闹都见不到他。闹得难看了，恐怕连以前拿到的都没了。倩倩，我劝你三思。三思？三思个头！想这么容易就让我滚蛋？没门儿！这个房主呢急于销售，完了之后你买这套房子算是买对了，它里面的装修啊，包括这个地段都相当的好。装修嘛，得看是不是我喜欢风格嘛。龚总，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来看房的。哎，你好，这个花园面积看着挺大的，现在房子空置吗？哦，哎呀，我在楼上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给你们开门，快来！来，请进。我上去看。我都爬进来了。哦，行。快请进来，在。你随便看啊，别客气。有人住着呢，你是这房子的房主吗？哦，钱小姐是租户。哦，对，我是租户，不是房主。不过在这儿住了也有好几年了，你们要了解情况，问我最清楚了。那你是要退租了吗？是啊。哎呀，其实住着也有感情了。要不是我老公在这里得了病死了，我也不会搬走的。这房子死过人？不是你怎么回事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你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千万别有这种事。你现在弄个这样的房子来，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你这个不是，我们都已经仔细打听清楚了。龚总，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房子绝对没死过人。钱小姐，请你不要瞎说，你这样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是我嘴快说错了，我老公没死在这里，是在这里得的病，死在外面了。哎，龚总，没您这么卖房的。倩姐，聂总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何必这样呢？这房子啊，只要是价格合适，迟早能卖掉。你这些小动作只会给我找点麻烦，起不到什么作用。妈，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搬走吗？估计出不了多久了。聂秋远真是狠心，一点旧情都不讲。这男人就是这样。当年要是他先遇到条件好的，说不准甩我比我甩他还快呢。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反正这些年我也享受到了，不亏了。怎么会不亏啊？
还生活得好好的，家里有房子，我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嫁个合适的老公。可是你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把我带到这里，见识到了这一切，你现在一句轻轻松松的回去，我怎么回去啊？你知道我每天因为你顶着多少异样的眼光吗？这里的人谁看得起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被你带过来，我总是安慰自己未来会好的，我会有光鲜亮丽的未来。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像场梦一样。搬回老家，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你毁了。敏媛，别喊我这个名字，听着恶心。妈，你永远都只想你自己，你太自私了。要不是因为你赔了钱，连累了我，我现在还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呢。你怎么怪起我来了呢？以后1分钱都不给你了。蓉蓉，思亮，你怎么工作日突然跑到我公司这边？过来办事儿。小姐，喝点什么？一杯拿铁。请稍等。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告别？你要去哪里啊？深圳。今晚的飞机。收拾完行李，发现还有点时间，去机场路过你这儿，所以就来找你了。我本来打算一个人都不说的。你这是公司外派？不，我跳槽了。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跳槽？盛远多好的企业呀，好多人想进还进不了。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提过，我跟着老板在做一个项目。对。后来才知道，那个项目的竞争对手之一居然是聂希光的亲戚，所以老板就让我去找聂希光打探消息。你不会去吧？当然不会，我怎么会低头呢？是啊，你不会。结果上周开标，老板输给了他们，输给了希光的亲戚。你老板就迁怒你？你难道因为这个跳槽？他迁怒所有人，不过倒是没开除我。他以什么理由开除我呢？他要是真开除我，倒也好了，我还能拿笔补偿。我是主动跳槽的。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有能力、有魄力的老板，我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他大势已去，继续在他手下，我不会有任何上升空间。这么听起来，跳槽也挺不错的。不过干嘛跑深圳那么远啊？上海再找一个不好吗？我想换个环境。
大学毕业的时候，总觉得大家还会和从前一样，但其实，哪怕在一个城市，还是渐行渐远了。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跟庄旭道别了吗？我们好像很久以前就道别了。大4找工作那会儿，我真的以为是聂曦光隐瞒了我的面试电话。那个时候，我又生气又兴奋，感觉是终于抓住了他的破绽，恨不得宣扬给所有人知道。庄旭说，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他，他只是我用来获取优越感的工具。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他怎么能这么说？后来想想，也许他说的竟然是对的。也许我从来不是因为他而在意聂曦光，我一直困在自己的过去中。孙杨约我小辉吃饭，我才知道这件事。你说蓉蓉干嘛非要去深圳呢？江浙沪不也遍地都是机会？他这样突然不告而别，整个人心里还怪难受的。对蓉蓉，可能很难有什么离别的情绪。不过感觉一些大学的往事，好像一下子真正远去了。是啊，好的坏的，都只留下一点点回忆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在哪，都会过得不错的。也是，我也就不操心他了。我到你宿舍楼下了。老大，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吃饭了。跟你的大帅哥男朋友？对，还有我的家长们。干杯！来，干杯！哎，庆祝我们拿下丰腾集团的大项目啊！来，坐一吃。哎，阿云，前几天在南京的庆功宴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直热闹到半夜。那天正好约了人，不好改期，我的错，自罚1杯。没事儿，今天啊是我们家庭小庆功，这种喜事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3、4、5次的吗？对，你再让我。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
我可太开心了。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你了。哎，那我呢？这事你又没参与，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呀，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爸，你还不习惯啊？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这桩喜事儿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买房？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你别瞎嚷嚷。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1年。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哎，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看着离西光更近。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是的，阿姨。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大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那行，下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具体点。哎，就是偶尔打打游戏嘛。1毛也别想多。哦，对了，西光，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你怎么回的？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认啊。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承诺不欺，有难同当。来。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6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你把双远经营得很不错啊。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你不必过谦。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
你们做事很周全。干什么来着？光宇。是。小情侣的花样，不过比双元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外公，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什么事啊？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习惯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决策权和股权占比是绝对挂钩。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我明白，谢谢外公。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我还没和她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元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有一线生机都要搏一搏。如果邢杰先来找我，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这是你的真心话？半真半假。那先说假在哪里？邢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真呢？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捏着鼻子赚钱罢了。你呀，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邢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丰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敞开了说。其实我一直想建议外公培养邢秀。邢秀？邢乐和邢秀都聪明，不过邢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邢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邢秀也许更加合适。怎么还没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说一声啊？怎么样，盛爷爷走了？他有没有骂你？
是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呢。哎，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演。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还是你厉害。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邀请我吃饭。行呀，食堂我正好约了华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哎呀，不行，疯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我看看，西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当然不是。听着也不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听着也没有坏人啊。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亲试试？喜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什么？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什么时候？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2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这也算啊？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去食堂开会。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啊不，1个月。怎么摆烂？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带我吗？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我更愿意当枕头。会拿零食的枕头。成交。经过公开、公平、公
公正的招标流程，以及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我们最终确定，甘肃武威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中标单位是苏州双远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干得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同仁，一起参加我们公司的更名揭牌仪式。历经寒冬，我们公司全体上下发挥坚持不懈的精神，终于在光伏电池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拿下多个重大订单，彻底走出了困境。值此佳期，公司正式更名为光宇光伏，以宇为基，以光为源，让我们一起携手，砥砺前行。下面有请盛远集团董事长盛先明先生以及云上投资董事长江云女士为光宇光伏揭牌。5、4、3、2、1，揭牌！大场面留给老大们，小花园的揭牌仪式我们来。林总，请揭牌。不一起吗？我盖上的，当然你来揭开啊，哪有自己盖自己揭的？这么有仪式感。那你念一下倒数。你才是有仪式感吧？5、4、3、2、1。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什么时候偷偷改的名？想到你要离开双远，我们没法在每天10几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候。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你再说下去，我叫英雄七段，舍不得离开了。万万不可，林博士，你可不要被美色所迷哦。那我要多多练习，增加抵抗力。是这样增加抵抗力吗？有点偏差，是这样。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某个人一直神神秘秘的不让我来，就是为了等今天。对的。难道里面还有什么惊喜？那没有了，你不要想太多。但是里面很漂亮，你跟我来。
我给你挑一杯喝的。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消失着在你身后。才错过流光，再等多久？森林。而心动。是穿过了把光留给我，人海匆匆送给你。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紧紧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像是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之我们去那边秋千坐坐。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你在想什么？总会有我有你。再想1年前的现在，我刚刚来到公司。满脑子复仇？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伤害你。只是没想到，我才进公司1天，某人就撞到了我手里。你当时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暗自得意？我不仅没有得意，还有点慌张。糟了，我还没计划好，他怎么就跑到我跟前了？哈，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就要被你骗了。林总当时明明一脸高冷地说：“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从即日起调到管理。”啊，那是本能反应。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我随时可以过来。知道，但总觉得不一样嘛。对不起。你为什么对不起？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有点舍不得。但其实呢，我也有点跃跃欲试。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说。好吧，说吧。那
罚你荡秋千100下。来吧。好。 1、2、3、4、5、6、7。 希光，也许以后我没办法再和你一起工作，但如你允许，我会努力锻炼，健康长寿，绝不在你的人生里来去匆匆。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不，林雨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 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好。这位聂小姐，若我始终如一，此心不移，请问？ 你允许我在你的人生中常驻吗？好啊，我允许。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oh, oh.
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正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像是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早晨微露的阳光照亮了眼里的暗，生活满当的奔忙，从未遗忘过善良。偶尔寂寞来探望，一路上回忆快闪。曾经坠落的坚强，终究需要时间帮点忙。面对失去后的一切如常，任何希望，任何绝望，任何迷惘，都不断成就我的勇敢。多少悲欢，多少起落，多少冷暖，每颗泪水换每次。按照预定的规划，新光伏电站已经全部竣工，通用了 TOPCon 电池技术，现在发电总功率突破660万千瓦。那太好了。我依然选择我微笑的模样，就算失去后还能看起来一切如常。面对失去后的你怎么会来这里？一切如常。是不是临床试验成功了？对，我也想立刻看到你，想看看你拍给我的光伏电站。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成果。有所遗憾，有所取舍，有所信仰，日子不过原来是这样。我依然选择我微笑的模样，就算失去后还能看起来一切如常。就算失去后这世界依然一切如常。
林博士，你要下班了吗？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谢谢你的锐评，太极，你也早点下班啊。谢谢，我会准时下班。机器人永不加班。再见，林博士。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她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她的航班将于晚上7点半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问以上行程是否有改变？没有。是否需要重复播放早上您播放了10遍的新闻？可以。国内 BIPV 龙头光宇光伏携手盛远集团成功拿下中东大型 BIPV 项目陌上绿洲城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10年来，光宇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宇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走啦！把书包拉好。爸爸，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接妈妈？是的，小星星。吃完饭我们就去机场接妈妈。先给你的好朋友说再见。哎，对，再见，说再见。再见。好，走。爸爸，我不吃饭，我要早点见到妈妈。妈妈现在还在飞机上，爸爸可能没办法让飞机开快一点。而且我们要是不吃饭的话，被妈妈知道会扣爸爸的分。你天天告状，爸爸剩下的分已经不多了。我没告爸爸的状。前天你告诉妈妈，爸爸没给你梳2条小辫子，爸爸被扣了5分。今天早上你告诉妈妈，爸爸昨晚看火箭发射，没陪你看动画片，爸爸又被扣了5分。爸爸的分已经被扣光了，小星星。妈妈那么严格，小白老师每次只扣1分。所以我们要乖乖的，先去吃饭好不好？好。星星看到妈妈会给他说爸爸最好，把分还给爸爸。谢谢小星星。爸爸仔细检查一下，这样你妈妈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嗯。妈妈来了。雨森，星河，哎，宝贝。总算回来了，辛苦了。这次是去了好久。先下来。怎么了？来，下来。妈妈，花。哇，还有花花。花有妈妈回家。谢谢星星。这是爸爸带我买的，不过是有我的压岁钱哦。爸爸这么小气哦，还好妈妈只给星星带了好吃的巧克力，没有爸爸的哦。妈妈最好。
想没想妈妈？爸爸，来来来，哎呦，哇！姑哇！祝姑姑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哎呀，乖宝，姑姑爱死你了！还会说这么难的成语，太厉害了！要不心疼，你不跟爸爸妈妈回去了，跟姑姑在上海这几天吧。你带巧克力了吗？当然给宝贝带啦，还买了其他好吃东西。那我先把妈妈带的吃完，再去姑姑家。小见鬼！哥，恭喜你们团队研发的脑机接口在临床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这将会帮助无数的瘫痪病人重新获得自理能力。出发前我就看到新闻了，一忙起来没来得及恭喜你，你太厉害了。谢谢，这是各个专业的同事协同努力的结果。马上是不是就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了？目前临床试验中，更高密度的电极已经可以帮助盲人实现3原色感知。不仅我们，还有很多脑机接口团队都在努力着。那太好了，感谢让我生在这个时代。对了，举报一下，在沙特的时候，嫂子有事没事就搜你们新闻，一条看好几遍，循环播放。怎么不行啊？我这是在关注科技前沿。这么巧，你们拿下中东最大 BIPV 项目的消息，我也一直循环了好多遍。你这个门字就不用加了，我知道肯定不是看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接西瓜，所以我特地也喊了人来接，怎么还没见？盛行乐，姐我回来了，你人呢？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好吃的。什么？这下挑不出毛病了吧？还要等你10分钟？你完了，盛行乐，你的电竞战队今年别想从我这儿再拿到1分钱。等行乐来了，我们一起吃个晚饭。算了吧，你们还要回苏州呢。再说小别胜新婚，我才不想当电灯泡。你们车停在哪儿？T2。那不在一起，大宝贝还给你们。爸爸给你梳的辫子。哇心恒，先给你1包，剩下的那1包呢，等你来姑姑家里再给你。谢谢姑姑。谢谢姑姑。不用客气。慢点。公司的车也到了，你们自己坐公司车回去吧。知道，老板放心吧，我们认得路。这次出差这么久，接下来几天大家就不用上班了，下周1再来吧，工资照发。老板万岁！走了走了，别在这当电灯泡了。来，谢谢。那我们先走，路上慢点啊。好，走。走啦，我们回家。走了。走喽。你怎么给他别了4个卡子啊？不好吗？我觉得应该别6个。多多益善啥？我给你加分。好。怎么？上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早已没有必要。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1笔行业 FOF。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1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之前。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Chris， 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在说人性，当然肯定有意外嘛。
你不会一路上都在挣扎吧？没有。我甚至在飞机上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梦见了很多以前的事。话说，这是你这么多年第一次再见到他。不科学啊！你们不是还有蛮多同学结婚什么的没再碰见？也许被收回去了。什么被收回去？你们怎么也不等等我？我的箱子居然现在才出来！你们看啥呢？哎呀，这不是我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吗？难为你10几年了还记得。拜托，虽然人家当年没让我登门道谢，但好歹名字我还是记得。何况他现在还是我们中国脑机接口和脑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我好歹是做投资的，涉猎算广泛，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果然顶天立地，有2把刷子。旁边是他太太。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因为你失忆过。走吧。我是在长白山失忆的，这都10几年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长白山见过。真的假的？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光宇光伏的老大呀，难怪看着眼熟。他和林博士居然是夫妻，这是怎么娶怎么嫁的？而且保密工作这么好，没什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吧？的确很厉害。当初在长白山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漂亮女生，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新能源大佬了。Chris， 你也很厉害。那当然，我可是序列量化的合伙人。好吧，优秀的 Chris 女士，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哎，我想中餐，想疯了。你们去吃，我要回去哄一下我那可怜的被放了2次鸽子的男朋友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好像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1天3颗。每天吃的话，只能1颗，吃完要刷牙。可妈妈买了这么多，吃慢的话会坏掉的。我保证不会坏，坏了赔偿。妈妈，虽然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只负责买，爸爸负责分，爸爸负责吃，我们权责分明，对不对？1天吃1颗太少了，我都尝不出味道。哎呦，宝宝，那个妈妈呢还要去刷牙，还要敷面膜，这样你跟爸爸商量哈。哎，爸爸，我就有3颗。3颗真的太多了，你的牙齿会坏掉的。下次我不跟你好了。那每天2颗，行不行？我们好，那我们拉钩2颗。好，盖章。好，那我们说好了啊，睡觉，来。
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答应他每天2颗，终于肯睡觉了。你倒是跑得快，留我一个人面对小魔王。那我容易心软吗？分配临时额度这样的重任，还是得要让精通营养学的林博士出马才行。加了一个晶晶。现在奖励都这么轻飘飘了。 送回去。好想你。我也是。累吗？一点点。是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下，现在还有点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看会儿手机。 Clouds are parting, skies are clear, but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In my mind, I'll be dreaming, I'll be there for the day when you will come. 恭喜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什么构想啊？是。早饭吃什么？刀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盒馄饨过来。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是闯的时候。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 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 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啊？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高瞻远瞩。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学艺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爸爸妈妈早上好，有东西吃吗？我饿了。星星自己起来啦，你好棒啊！你看，爸爸已经在煮馄饨了。你外婆送来的刀鱼馄饨马上就好了。我想吃太婆做的那种馄饨汤，里面有加鸡蛋。好，妈妈来煎，你去找爸爸。来。吃几个呢？一个。一个半。好，你吃几个？2个。那我也吃1个半吧。星星，加起来一共是几个？5个。哇，星星这么聪明，好棒啊！爸爸名字里面有5个木头。这都被你知道啦。你爸爸是有很多木头。星星进步神速，已经可以把我们3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漂亮了。真的？妈妈名字可难写了。真的，我会写了，不信我写给你看。好呀。雨森，你还记不记得好久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名字里木头太多，缺光照，要我送你一轮骄阳。有吗？有，不要装傻哦。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得。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thing that fades away. 送你。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or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我想送你的骄阳，是光彩夺目的瞬间，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Oh, can you feel my
是每日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也会是许多年后落日的最后余晖。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